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婆婆生日，她对着蛋糕许下愿望，希望儿子好好和媳妇过日子，别再跟苏晴晴来往了。刚许完愿，老公就接到了苏晴晴电话，她不顾婆婆的强烈反对，匆匆离去。婆婆气得突发心梗，被送进了 ICU。能救治婆婆的特效药只有老公公司有，她是唯一负责人。我打电话给老公时，传来了他白月光苏晴晴的声音：“叶婷在忙，有事你跟我说就行。”我没空分析他们在干嘛，只是焦急开口：“快让他接电话，妈正在医院抢救，急需他公司的特效药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了老公的声音：“晴晴的宠物狗死了，我不过就是来参加她的葬礼，你有必要撒这种谎来搞事情吗？”说完，他便挂断电话。我再打过去，他手机已关机。那一天，婆婆死在了抢救室，病人情况十分危急。你刚不是说有特效药吗？药呢？主治医生面色焦灼地从抢救室里走出来。他的心梗已经导致了心力衰竭，2小时之内，特效药再不送到的话，我们也无力回天。2个小时。我一直拨打电话的手猛地一顿，我浑身颤抖，急切请求：“医生，麻烦你稳住我婆婆的情况，特效药我一定能拿到。”说是一定，可我心里却慌得不行。我徘徊在走廊上，双手颤抖着拨打霍叶婷的电话，一遍又一遍，可传来的始终是无情的关机声。我急得人都快崩溃了。婆婆待我如亲女儿，我绝不能让她出事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随即拨打了霍叶婷秘书的电话，请求她帮我把药送过来。可秘书说，特效药只有霍叶婷有权限动用，其他人都没这个权限。时间不等人，我别无他法，只能求秘书告诉我霍叶婷现在的位置。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焦急与恐慌。秘书在纠结了一番后，终于发给了我一个定位，我立马飞奔而去。这是一家殡仪馆，一进门我就看到霍叶婷和苏晴晴，犹如一对夫妻，正在给前来吊唁的宾客鞠躬。这宠物狗的葬礼办得比人都风光。看到我，霍叶婷伤感的表情立马化为不悦：“沈清河，你有完没完？竟然还跟踪我到这来！”我不敢耽搁，直接开门见山：“妈突发心梗，现在情况很危险，医生说只有你公司的特效药能救她，快拿药跟我去医院！”我伸手去拉霍叶婷，可她嫌弃般侧身一躲，然后皱眉看着我，一脸厌烦。这时，苏晴晴眼眶微红走到我面前，神色复杂地开口：“清河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叶婷跟我来往，但真没必要为了把她从我这骗走，就诅咒自己的婆婆。阿福斯这么多年，阿姨可是一直把你当亲女儿对待的，你这么恶毒，就不怕寒了她老人家的心吗？”这话一出，霍叶婷眉头瞬间皱得更紧了，她盯着我，冷声道：“为了争宠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连我妈都利用上了。”显然，霍叶婷也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不顾妈的反对来找苏晴晴，她深受刺激，当场突发急性心梗，现在她人还在重症监护室，情况很危急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看啊！我心急如焚，几乎是吼着讲清楚缘由。所以，你特意跑这来演这么一出戏，就是在怪我没陪我妈过生日是吗？霍叶婷十分不屑地开口，看我的眼神变得愈发冰冷。不等我解释，苏晴晴再次开口：“清河姐，我家豆豆去世了，叶婷知道我难受，就陪我一起给豆豆举办了这场葬礼。我跟叶婷清清白白的，你犯不着疑神疑鬼，耍这些小手段，
还拿阿姨出来当借口，难道你不就怕你的这些诅咒应验吗？你怎么这么没良心？苏晴晴说完，仿佛触景伤情一般，还挤出了2滴眼泪。看她这一脸做作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怒吼了起来：“你给我闭嘴！叶婷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”苏晴晴当即就带着无尽的委屈奔向了霍叶婷的怀抱。霍叶婷搂着她，愤恨地瞪着我：“沈清和你够了，豆豆死了，晴晴已经很难受了，你竟然还在这凶她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？”看着霍叶婷这一心护着苏晴晴的蠢样，我差点气炸。我深呼了2口气，强忍心中的愤怒，对着霍叶婷好声道：“霍叶婷，咱妈正躺在病床上危在旦夕，你当真要为了一条狗的葬礼置她于不顾吗？她可是你亲妈呀！”我又急又气，但语气尽量诚恳，继续开口：“快跟我去拿药救妈吧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”这是我第一次低声下气求霍叶婷，她紧皱的眉头微微一松，似是有所动容。叶婷，墓地那边说坟墓已经弄好了，我们赶紧过去把豆豆埋了吧，别错过了吉时。这时，苏晴晴接了个电话，就端来了一个骨灰盒，对霍叶婷紧急开口：“放心，豆豆是你的心肝宝贝，我肯定会让他安然入土。”霍叶婷说着，便揽着苏晴晴往车里去。我一把拉过霍叶婷，祈求道：“爸死得早，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，你真的要弃他于不顾吗？”霍叶婷看着我，面露犹豫：“叶婷，快走吧，错过吉时，豆豆就不能投个好胎了。”苏晴晴也在一旁焦急催促。想到婆婆对我的好，我索性放弃尊严，直接朝着霍叶婷跪了下来，再次恳求：“再耽误的话，妈真的会死的，我求你了，去救救妈吧！”见我这样，苏晴晴尴尬地望了望左右，然后一脸嫌弃道：“沈清河，这里这么多人呢，你当众下跪干嘛呀？你就算要表现你的孝顺，也别这么夸张啊！又是心梗，又是下跪的，说到底，还不都是你争风吃醋的手段？算了，叶婷，你跟他去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”说着，苏晴晴垂头丧气，一脸失落的独自离开。这招以退为进，让霍叶婷心疼的不行。她一把甩开我的手，冷厉道：“你就算争风吃醋，也要有个限度。又是下跪，又是诅咒我妈，亏我妈疼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真不配当她的儿媳。”说完，她就带着苏晴晴上了车，疾驰而去。看着那辆车在我面前渐行渐远，我绝望地瘫坐在地。这时，医院的电话打来：“沈小姐，赶紧来医院见病人最后一面吧。”我挂断电话，疯了般朝医院赶去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婆婆已经奄奄一息。她费劲地睁开双眼，朝我身后望了望，试图寻找霍叶婷的身影。可霍叶婷没来，她忙着陪苏晴晴给狗下葬。我恨霍叶婷的冷漠，也恨自己的无能。眼看着婆婆的神情从期望到失望，我心头一酸，跪在了婆婆的跟前，泪流满面：“对不起，妈，怪我没用。”婆婆牵动嘴唇，苦涩一笑，似是猜到发生了什么，眼角流下了2行泪。她看着我，虚弱道：“不怪你，清河，是我的错，怪我没有教好自己的儿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说完，婆婆还想伸手来帮我擦眼泪，可她的手刚抬起，便无力地垂落，再也没有了动静。眼看婆婆的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，我扑到婆婆的身上，崩溃大哭，哭到声音嘶哑，几乎晕厥。我才逐渐冷静下来，再次打电话给霍叶婷，可她的手机始终是关机状态。我心如死灰，
一个人默默处理了婆婆的后事，亲眼看着婆婆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地下的一捧白灰，我心如刀绞，实在是不明白，婆婆一生宽厚，怎么会生出霍叶婷那样愚蠢的白眼狼啊？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要让她生日变忌日。处理完婆婆的后事，我回了家。我坐在客厅，望着一向上婆婆那和蔼可亲的面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婆婆仁慈善良，一直待我如亲女儿。她说，因为自己年轻当媳妇时，被婆婆处处刁难，过得苦不堪言。她深知做媳妇的难，所以她希望我能享受她曾经望而不得的甜。这对于自幼父母双亡的我来说，是最致命的温暖。所以，我跟婆婆的感情一直非常好。我真的难以接受她的离去，更无法原谅霍叶婷的无情。整整3天，霍叶婷都没有出现。她已盯心她，似乎忘了这个家。她的眼里只有苏晴晴，以及苏晴晴死去的宠物狗。3天后，霍叶婷终于回家了。她看到我，略带心虚地解释，晴晴一直把豆豆当亲儿子养着，豆豆的死对她的打击很大，所以我就多陪了她2天。说完，她十分自然地转头喊了声“妈，给我煮碗面”。霍叶婷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她瞳孔一缩，死死地盯着墙上的婆婆遗像。这怎么回事？霍叶婷指着墙上婆婆的遗像，瞪着我厉声质问。我疲惫地抬头看向她，冷声道：“这还不明显吗？妈死了。”霍叶婷眉头死死锁着，她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我说：“妈死了，死在了你的无情和愚蠢上。”我咆哮着大吼，一想到婆婆带着遗憾死去，我就愤怒难当。我恨霍叶婷。啪！霍叶婷一巴掌狠狠扇在了我脸上，力道之大，让我瞬间眼冒金星，头昏眼花。这是霍叶婷第1次打我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，让我已死的心再次痛了起来。我红着眼望向霍叶婷，难以置信道：“霍叶婷，你害死了妈，还有脸打我？你不配提我妈！”霍叶婷目露凶光，狠声道：“沈清河，我妈对你这么好，你却3番2次诅咒她，你还是人吗？看来是我平常太纵容你了，才令你有恃无恐，越来越过分。先是唆使我妈生日许愿，再说她心梗病危，现在竟然连遗像都做出来了。你费尽心机让我妈配合你演这么一出戏，不就是因为你心里那点小肚鸡肠的醋意吗？说到底，你就是想让我跟晴晴断绝关系是吧？行，沈清河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仅要跟晴晴在一起，我还要把她带到家里来。我看你到时候还能怎么做？”说完，霍叶婷直接摔门而出。我跟霍叶婷是大学同学，那时候她和苏晴晴是郎才女貌的一对，两人整日在学校出双入对，形影不离。因为长相出众，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们，包括我。当时我只是他们万千观众的其中之一。食堂里，我经常看到霍叶婷为苏晴晴打饭，看苏晴晴的眼神满是宠溺。操场上，霍叶婷总是在苏晴晴跑步的时候，拿着一瓶水跟在她身边陪跑，特别贴心。女生宿舍楼下，总能看到霍叶婷拿着各种精美礼物以及美食饮品，耐心等待苏晴晴的身影。可以说，每一次看到霍叶婷，我都会羡慕苏晴晴找到了这么一个可靠又体贴的男朋友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只是单纯磕他们的恋情，并未多想。直到大2那年，苏晴晴出国了，霍叶婷失恋了。曾被大家称为阳光暖男的霍叶婷，一夜之间仿佛变了个人。她不再面带笑容，总是郁郁寡欢，落寞独处。别人跟她说话，
他也不爱搭理。有女生写情书跟他表白，他看都不看就直接扔垃圾桶。无论何时看到霍叶婷，他的身上都透露着忧郁二字。有次我在校外河边拍外景照片，见霍叶婷愁容满面站在河边，我吓了一跳，直接冲过去将霍叶婷扑倒在地。你干嘛？他一脸诧异地看着我，莫名其妙。我好心劝解，只是失个恋而已，人生如此美好，你还年轻，千万别想不开。听到我这么说，一向忧郁的霍叶婷竟是扑林的雷夜雪阴淡胖吃一笑。他很无语，拜托，我只是想在这透透气而已，谁说我想不开了？我尴尬地起身，在他带着笑意的注视下默默离去。那一天，我和霍叶婷正式相识，以防他想不开，我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关注他。他也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，每次看到我，他都会面带笑意，跟我打招呼聊天。他会跟我分享吃的，会将另一半耳机递给我，会安全护送我到宿舍楼下。我们在一种微妙的氛围里相处了1年，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。结婚那天，他满目柔情望着我，说无论生老病死，都愿意与我相伴一生。我以为这一生会很长，却没想到从苏晴晴回国后就结束了。他温柔的目光重新投向了苏晴晴。晴晴刚回国，很多地方需要我，这几天我就不回来了。晴晴家里灯泡坏了，我去看看，晚上不用等我。晴晴一个人害怕，今年过年，我在这边陪她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苏晴晴一个电话就能将霍叶婷从我身边叫走。这个家对她而言变得可有可无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所谓的相伴一生，只是我这个替代品的贪婪奢望而已。不过还好，我还有婆婆。每次我难受、失望的时候，婆婆总会耐心陪着我，安抚我。是她让我在无数缺爱的孤单日子里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关爱。是她用包容和体贴，令我卸下所有疲惫和压抑。我和她相处融洽，关系极好，甚至我一度认为，这个家就算没有霍叶婷也行。我想，霍叶婷存在的意义，或许就是为了将婆婆带到我身边，让我和婆婆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。只要婆婆能陪在我身边，一切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。可是现在，婆婆死了，我对这个家唯一的牵挂也没了。1个小时后，霍叶婷带着苏晴晴回来了，她手上还提着苏晴晴的行李箱。霍叶婷说到做到，真的让苏晴晴到家里来生活了。多过分，多气人，但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。霍叶婷来到我身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中还带着一丝挑衅。我知道她是在故意激怒我，可我只觉得可笑。我面色平静，不言不语，仿佛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叶婷哥，我喜欢这个房间，我可以住在这里吗？苏晴晴指着我们的主卧，撒娇道。霍叶婷宠溺地点头，温柔道：当然，你想住哪都可以。苏晴晴笑靥如花，眯着眼看向了我，而后故作遗憾地开口：还是算了吧，这好像是你们的主卧呀。我睡这里的话，清河姐睡哪呢？霍叶婷冷哼一声，没好气道：她爱睡哪睡哪，不用管她。叶婷哥，你对我真好。苏晴晴面带娇羞地靠在霍叶婷的怀中，余光却瞥向了我，眼中满是得意。虽然我已彻底放下了对霍叶婷的感情，但这不代表我就要忍气吞声，看他们2个在这你侬我侬，恶心人。我起身，缓缓走向了苏晴晴和霍叶婷。苏晴晴见状，立马提着嗓子，趾高气昂道：清河姐，作为女人，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失败吗？
一个妻子对待自己丈夫要用真心，像你这样只会用手段争风吃醋，还几次三番诅咒自己的婆婆，是个男人都会烦的呀。不是我说，你也该改改自己的毛病了。像你这般无理取闹的女人，叶廷哥能容忍你已经很难得了，你也别怪。啪！苏晴晴还没说完，我直接一巴掌狠狠扇了过去。你喜欢给狗当小三，我管不着，但你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恶心我就不行。这里不是霍叶婷一个人的家，更不是你表演茶技的地方。这一巴掌我忍很久了，用尽了十足的力气，发泄掉了所有的憋屈，直接把苏晴晴打懵了。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眼中泪光闪烁。沈清河，你疯了！霍叶婷惊呼出声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震惊。她第一次见我这般肆无忌惮发飙。跟霍叶婷在一起很多年了，我从未跟她发过一次脾气，甚至连重话都很少说。在她看来，我性格温顺，软弱可欺，像一只在家等她归来的乖巧小猫。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乖巧的猫咪也有咬人的一刻。没错，我是疯了，才会忍你这个人渣这么久。我看向霍叶婷，毫不留情地开口：叶婷哥。我的脸好疼。苏晴晴捂着脸，眼带泪花地扑向霍叶婷的怀抱。放心，今天这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霍叶婷心疼地摸了摸苏晴晴的脸，语气柔和。说完，她看向我，冷声下令：沈清河，赶紧给晴晴道歉。做梦！我不假思索道，以前之所以对霍叶婷处处忍让，完全是看在婆婆的面子上，不想让她担心。可现在婆婆没了，我还忍什么？见我态度如此强硬，霍叶婷气得脸都青了，她指着我，手指都颤抖了。好啊，沈清河，你现在连装都不装了，直接暴露本性了是吧？我妈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会把你这样的泼妇当成亲女儿对待。啪！霍叶婷话音刚落，我一巴掌又扇在了她的脸上。你不配提妈！我怒声大吼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让霍叶婷和苏晴晴都懵了，他们像看疯子一般看着我。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你还真不知道这个家是谁在当家做主了。反应过来后，霍叶婷伸手就朝我一巴掌打了过来。我学过2年散打，之前被他打了一巴掌是因为意想不到，这次我有准备，他这速度根本打不到我。我迅速躲过了他的一巴掌，接着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啪！这一巴掌，我替妈打你的不孝，让你不顾他的反对，硬要去找苏晴晴这个小三，气得妈心梗发作。啪！又一巴掌。这一巴掌，我替妈打你的愚蠢。在妈生命垂危之际，你竟然为了苏晴晴的一条狗，放弃了她的命。啪！这一巴掌，我替妈打你的无耻。妈尸骨未寒，你就带着她最讨厌的小三来家里住，要是妈还在世，也会被你活活气死。我左右开弓，对着霍叶婷的脸连续甩出3巴掌，巴掌声响亮清脆，力道出奇的大，打得霍叶婷连连后退。她双眼瞪大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愤怒，眼中匀满了愤怒。这一刻，她彻底怒了。客厅里响彻起了她怒火滔天的咆哮声：沈清河，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看来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伪装自己呀！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，没想到你就是个实打实的泼妇。我妈真是瞎了眼了，一直在我面前夸你，劝我跟你好好过日子，让我好好对你。现在我就要让我妈看看，她疼了这么多年的儿媳妇是个怎样的暴力狂。说完，她拿出手机，对着电话那头凌厉下令：张秘书，给我用尽一切方法，
找到我妈，把她带到我家来。电话那头，张秘书条件反射般回道：霍总，您母亲早在3天前，她生日那天就因心梗去世了呀，您不知道吗？张秘书说这话时，语气里都带着浓烈的震惊。谁能想到，自己的母亲都死了3天了，霍叶婷这个做儿子的，竟然毫不知情。这怎么可能？霍叶婷犹如遭了重重一棒槌，身子都踉跄了。是真的，霍总，我记得那天您妻子还找我要过公司的特效药，但我没有这个权限，就把您当时的位置发给她了。霍叶婷浑身颤抖，挂断了电话，满目惊骇地看着我。所以，你那天真的没有骗我，霍叶婷？你什么时候见我拿妈的事骗过你？而且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！我怒吼出声，带着满腔的愤怒。霍叶婷的蠢是到了极致，她就算对我有偏见，不信我，可也该为她妈妈的生命安全想一想啊！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！可她就是这么蠢，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在演戏。现在事实摆在她面前，她才无可辩驳。她彻底傻眼了。她身形晃了晃，好似连站稳脚的力气都没了。她手扶着墙，抬头看向了墙上婆婆的遗像。妈，她艰难开口，却什么都说不出，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现在知道伤心难受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狠狠瞪着霍叶婷，再次大吼出声，怒意直冲天灵盖。我真恨不得杀了这个害死婆婆的凶手，要不是他，婆婆根本不会心梗发作。可即便这样，老天爷也给了霍叶婷一次补救的机会。但霍叶婷呢？她亲手把这个机会狠狠踩碎了。我恨霍叶婷，清河，你当时怎么就不再劝劝我呢？霍叶婷双眼通红地看向了我，第一时间埋怨起了我。我听到她这话，怒气更是飙升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脸怪我？霍叶婷，你还是人吗？那天我跟你好说歹说，不惜一切极力劝你的时候，你不信啊！我跪在地上求你救妈的时候，你嫌我丢人啊！现在妈死了，你不反思自己，竟然怪起了我，你哪来的脸啊？要不是看在婆婆的面子，我真恨不得立刻就撕碎了霍叶婷。我以为你是在骗我呀！霍叶婷仍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暴怒咆哮：那天是她生日啊！她刚许愿说希望你不要再去找苏晴晴，结果你呢？妈刚说完，你立马就不顾她的阻拦，去找苏晴晴。你是狗吗？就这么离不开外面的屎是吧？你一走，她心梗当场就犯了。送去医院的时候，明明只要你能拿特效药来，妈就能没事的。可你呢？为了苏晴晴的一条狗，在那里办可笑的丧礼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愚蠢吗？霍叶婷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是你亲手把妈害死的。这一次，霍叶婷终于被我骂得无言以对，她颤颤巍巍地跪到了婆婆的遗像前，痛哭流涕：妈，对不起。我冷眼看着她，讽刺道：现在才来道歉，有意义吗？在你经常去陪苏晴晴的时候，妈总会坐在我的房间，满带怀念地跟我讲你小时候的事。你爸去世的早，是妈一个人把你带大的。你知道她独自抚养你有多不容易吗？你小时候身体不好，是她一家一家磕头借钱给你治病啊。妈总说你小时候很乖，现在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思想了，她也无能为力。所以只能在你忽略我的时候，他来竭尽所能地替你弥补我。你说他总在你面前劝你跟我好好过日子，他又何尝不是这样劝我呢？若不是妈在维护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。我真的难以理解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听到自己妈妈生命垂危的消息，都能想都不想就直接不信的？难道你不知道以防万一吗？你回来看一看，就这么难吗？
你知不知道，我重新回到医院的时候，妈没看到你跟我一起来，有多失望啊！临死，她还在跟我道歉，责怪自己没有教育好你。霍叶婷，你何德何能，拥有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妈妈呀？你又为什么不知道珍惜呀？越说，我心中的痛苦越难以抑制。能拥有一个好妈妈，是我这个孤儿从小就盼望的事。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牵着自己的爸妈嬉笑着走在街上，我都无比羡慕。所以，我一直对霍叶婷有一份感激之情。我感谢她让我在婆婆的身上感受到了我从未感受过的母爱。对于这份感情，我一直十分珍惜。可是，我如此珍视的一切，就这样被霍叶婷随手摧毁了。我好恨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清河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妈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霍叶婷彻底无地自容，她跪在遗像前，语无伦次，不停地道歉。你的道歉，妈听不到，我也永远原谅不了。我不再留情，说着最现实的话，让霍叶婷时刻清醒。她犯的错，绝不会被原谅。苏晴晴听了我的话，气得柳眉倒竖，她冲过来，对我怒声呵斥道：“沈清河，叶婷哥死了，妈妈已经很难受了，你还在这里刺激她干嘛？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？”苏晴晴迫不及待地维护霍叶婷，替她出头。不等我说什么，霍叶婷忽然起身，一巴掌重重扇在了苏晴晴的脸上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我妈会死，都是你害的。”霍叶婷的声音里带着极致的恨意。婆婆的死令她充斥着无尽的悔恨和痛苦，她急需一个借口去宣泄自己内心汹涌的情绪，而苏晴晴就是这个借口。被霍叶婷这么一打，苏晴晴彻底蒙圈了。她捂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霍叶婷：“你打我？”质问了这么一句，她突然跟发了疯一般，张牙舞爪地朝着霍叶婷捶去。“霍叶婷，你以前明明说过要保护我一辈子的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明明就是你自己不相信沈清河，你妈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，你现在竟然还怪到我头上来了，你还是人吗？”苏晴晴一边不停地捶打霍叶婷，一边愤怒地咆哮。霍叶婷也失去了理智，毫不留情地用双手回击，同时厉声责骂苏晴晴：“要不是你硬要给你的狗举办葬礼，我跟跑主的你本不会跑去找你，更不会把我妈气倒。”说着，霍叶婷气急，直接掐住了苏晴晴的脖子：“清河来找我，我差点都信了，是你一直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让我不相信他，错过了我妈的最后抢救机会。苏晴晴，我以前就是太把你当回事了，才弄得你无法无天，把我家搅得鸡犬不宁。”苏晴晴即便是被掐住了脖子，也依旧不服输，嘴还很硬：“霍叶婷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，我一出国，你转头就另寻新欢，你个渣男，无耻，你个贱货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在国外被人抛弃，没人要了，就回国来找我接盘，还一直劝我离婚，你真当我傻吗？什么垃圾都要是不是？你……”霍叶婷和苏晴晴互不相让，做着伤害对方的事，说着最伤害彼此的话。我站在一旁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狗咬狗。看了一会儿，我默默走开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扔在桌上。打完了，记得把离婚协议书签一下。说完，我在他们俩的咒骂和殴打声中离开了家。后来听说霍叶婷那天直接失手把苏晴晴打死了。霍叶婷被抓入狱，入狱前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只有简短的3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除此之外，他还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都转移到了我的名下。我看着余额里那一长串的数字，
内心毫无波动。我知道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忏悔和歉意，但我不可能原谅他，是他毁了我的第二个家。后来听说霍叶婷在牢狱中疯了，他见谁都叫妈，逢人就求原谅，还常用自己的头去撞墙，说这样他妈妈就能原谅他。后来狱警送他去检查，才发现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，现在处于疯癫状态。他被强制送去了精神病院。有认识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看看霍叶婷，说霍叶婷见了我，情况或许会有所好转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了。他的好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婆婆的死让我又重新变成了那个漂泊无依的孤儿。这个城市再也没有人能令我留恋。我开始各地旅游，身和心总得有个在路上吧，不然我总会想起那些欢乐却回不去的时光。幸好婆婆给予我那几年的温暖与善意，足够我用来对抗余生的迷茫。未来很长，但花总会开，太阳总会照常升起，属于我的美好兴许还在前方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：山体塌方，老公为保白月光，选择锯断我的腿。同学聚会安排在了山顶营地，下山的时候遭遇山体滑坡，我和老公的白月光同时被困，车门被掉落的大石压得变形，只能锯断一个人的腿才能救命。为了保全白月光，消防员老公选择锯断了我的腿。他说跳舞是软软的命，没有腿他会死。我苦笑，我有凝血障碍，没有腿我也会死啊。程之言抱着阮秋去医院时，我死在了救护车上。半小时前，同学聚会刚散场就出了车祸，我和阮秋坐的4座小型车变形严重，必须锯断一个人的腿才能掰开损毁的车架，车子随时可能爆炸。赶来的消防员是程之言的下属，左右为难地问队长，嫂子状态不太好，要不先保嫂子吧。程之言却抢过电锯，面无表情地走到我面前。跳舞是软软的命，没有腿他会死。坚硬冰冷的锯齿抵在膝盖，我按住程之言的手，流泪苦笑着说，我有凝血障碍，没有腿我也会死。直到此刻，我仍天真地期待着他对我有一丝丝情意，就算没有爱情，起码也有一点亲情吧。可惜回应我的是膝盖处锥心刺骨的剧痛，没有麻药，骨肉分离的生生剧痛，飞溅的血沫崩到嘴里，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又腥又涩。我痛得几乎昏死过去。程之言冷漠的声音如同催命符，恍恍惚惚地传进耳朵。陆眠，一条腿换2条人命，你别这么自私。我倚靠在车后座，渐渐放弃了挣扎，千疮百孔的心终于成了一片废墟。腿上切骨割肉的剧痛，却远远不及心口生生撕开的痛苦。7年婚姻，就算是条狗也该养熟了。可程之言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为什么永远捂不热？我被抬上了救护车，决堤的鲜血浸透了被子，滴滴答答流了一地，视野里铺天盖地的红。我隐隐约约看到阮秋梨花带雨地扑进程之言怀里，哭着说她害怕。终于，程之言将阮秋抱上车时，我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的灵魂忍不住飘离救护车，跟上了程之言的车。阮秋泪水连连蜷缩在他怀里，可怜兮兮地问：之言，我的腿是不是压断了？以后我还能跳舞吗？他不过委屈地皱了下眉。程之言就心疼得不得了，温声安慰：有我在，软软的腿不会有事的，你乖乖睡觉，睡醒了腿就好了。看着他们相拥，我心痛得一紧。结婚7年，程之言向来都性子冷冷的，从来不会说什么软话。我总是安慰自己，他性格如此，
直到1年前阮秋回国，他喝多了，迷迷糊糊对我说：“陆眠，我后悔娶了你，我想娶的只有阮秋一个。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后悔了。7年前，程之言父亲入狱，母亲重病，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。他走投无路之下想到了我。临毕业的前一晚，程之言将我堵在寝室楼下，英俊少年带着微醺酒意抱住我：“陆眠，你喜欢我吗？陆眠，你喜欢我吗？”我的暗恋人尽皆知，但心爱的少年亲口问出这句话时，我却紧张地说不出话。程之言抱住我，压抑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我娶你，你借我40万，好不好？”40万对我家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看着他发红憔悴的眼睛，我颤抖着开口：“好，我是真的喜欢程之言，喜欢到就算用钱来买也愿意。”程之言是个遵守承诺的人。婆婆手术成功的那天，他和我领了证，大概是真的不爱我。我们新婚之夜，程之言没碰我，背对着我盯着阮秋的照片，彻夜未眠。我本以为朝夕相处总有一天感动程之言，却不想他却越来越恨我。盲人重见光明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丢掉拐杖。程之言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后，我就成了他曾经落魄的唯一见证者。他职场得意，步步高升，我是他依附下流农腐败的暗疮，时时刻刻提醒他当年的寄人篱下、委曲求全。他恨我，就像恨当初无能为力，只能出卖尊严的自己。想来如今我死了，对他来说也算是解脱。我沉浸在回忆里，心脏扭曲的抽痛。等再回过神，程之言已经抱着阮秋进了病房。检查后，阮秋没什么问题。程之言的下属忍不住说了句：“队长，先去看看嫂子吧。”嫂子断了一条腿，是大手术。程之言本想起身，阮秋一把攥住他的手，眼眶泛红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“之言，我害怕一觉醒来我的腿就断了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我？”他说着，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程之言到底不忍心，温柔地替他盖好被子：“软软不怕，有我陪着你。”下属急得不行：“队长，嫂子是截肢，你不去看一眼合适吗？”程之言恼羞成怒：“我去有什么用？我是医生还是护士？我能做手术，我去了就能把他的腿接上。”他一字一句扎在我心口，疼得我浑身发抖。7年了，就算是养只猫养条狗，7年时间也该有些情分。可我倾尽所有来维持这个家，都没能让他爱我一分。程之言，你解脱了，世界上再不会有人阻挡你追求真爱了。下属气愤地离开。程之言的电话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：“之言呐，你在哪儿呢？快来医院看看绵绵啊！”婆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听得我又心疼又心酸。她总是说这条命是我家给的，平日里使尽浑身解数来对我好，我还答应她周末要一起去泡温泉呢。看来要失约了。程之言刚要开口，阮秋红着眼眶扑进他怀里：“妈，我队里有点急事，回去再说。”可绵绵没等婆婆说完，程之言干脆关了手机。我不禁一声苦笑，看人家情深似海，我要不死倒显得不识趣了。阮秋紧紧抱住程之言的腰，瓮声瓮气的抽泣：“之言，我好羡慕陆眠，他命好，有亲人有朋友，就连阿姨也疼他。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你，你别离开我好不好？”程之言的手抬起又放下，最后还是轻轻落在阮秋肩上。他在医院陪了阮秋2天，每天笨拙又仔细地为他梳头洗脸，还会给他洗贴身的衣服。我像个小偷，
躲在角落窥探着丈夫对另一个女人毫不遮掩的偏爱，心里又酸又涩。曾经我高烧瘫在床上，只想让程之言倒杯水，他都不肯。我哭着问他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，他却只说自己是个直男，不懂得照顾人。可看程之言一边摆渡一边小心翼翼伺候的模样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直男，他也不是没有爱人的能力，他只是不爱我罢了。第3天，我闺蜜陈丹带着死亡证明来找程之言。你个畜生！陆眠在停尸间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们在这郎情妾意。陈丹进门就甩了程之言一个巴掌，他没防备，脸上瞬间浮起清晰的手指印。程之言咬牙忍了下来。陆眠是你闺蜜，你多少积点口德，张口闭口咒他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陆眠是你老婆，你对她不闻不问，反倒在这里伺候小三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陈丹二话没说，抬手又是一巴掌，或许是被人戳中了脊梁骨。程之言恼羞成怒地沉下脸，够了，我看你是陆眠的朋友，才对你一忍再忍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这些年救过的人，锯过的腿都数不清，伤口不在致命位置，又有救护车在，他的怎么可能死？陈丹泪流满面，拿起桌上剩下的半瓶矿泉水泼在程之言脸上。程大队长，你到底是谁老公？绵绵有凝血障碍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清高，你真爱，你用绵绵一条腿来换姓阮的命。那绵绵呢？绵绵凭什么死？程之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半天只能挤出一句：我会给绵绵准备最好的假肢，给她找最好的医生，一条腿换2个人的命，我没得选。陈丹哭得声嘶力竭，忽然从包里抽出一把刀。行啊，我有的是钱，我也给阮秋准备最好的假肢，我现在就让他赔绵绵一条腿。阮秋吓坏了，尖叫一声，躲在程之言身后。程之言牢牢护住他，赤手空拳抢下刀，血淋淋地攥着手机丢过来，厉声喊道：够了，你发疯也要有个限度。陆眠今天还在发信息辱骂阮阮，他怎么可能死？我诧异地凑过去，和陈丹一起看手机屏幕上带血的文字，勾引别人老公，你个贱人怎么不去死？我不好受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洋洋洒洒几10条，都是不堪入目的咒骂。我委屈地去推程之言的肩膀，想告诉他这些信息不是我发的，我已经死了呀，死人怎么可能发短信？可能因为心爱的女人被侮辱了。程之言明显生气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你们这些拙劣的把戏最好适可而止。她既然是我的妻子，就算她断了一条腿，我也会照顾她下半辈子。等阮阮康复，我会带陆眠去国内最好的医院，一定让她过上和正常人无异的生活。陈丹冷笑，带着哭腔一字一顿：程大队长，别演了，我怕绵绵在下面恶心。听到这话，程之言忽然暴怒，姬之言兀然一怒，他一把抓起手机，拨通发信息的陌生号码，一定要我当面揭穿才行。电话接通了，却没有声音。程之言愤怒地吼道：陆绵绵，说话再装神弄鬼，我马上就跟你离婚。我无所谓的扯扯嘴角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你只能丧偶了。陈丹也彻底被程之言激怒，把死亡证明甩到他脸上。程大队长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，家属签字的还是你妈，你睁开眼睛看呐！陈丹气得嘴唇发，看，绵绵的死因是凝血障碍导致的大出血。程之言，因为你锯断了绵绵的腿，她才会死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程之言脸色阴沉，一把抓起皱巴巴的死亡证明，
他目光灼灼盯着白纸上的寥寥数字，像是要从字里行间抠出蛛丝马迹。见状，阮秋从程之言身后探出头，软绵绵的哭腔：“之言，都怪我。”他抱住消瘦的双肩，泪眼婆娑。陆眠肯定是生你的气，才从网上买死亡报告来骗你回去。你回去吧，别管我了，我没事的，就是难为阿姨一把年纪还要操心。果不其然，他三言两语就让原本动摇的程之言勃然大怒。程之言一把撕碎了死亡证明，怒冲冲道：“陆眠真是学聪明了，都学会买假证明来骗我了，骗我了！你们把我妈当成什么？当你们的佣人？知道她心善，就逼着她配合你们撒这种谎。我真不该把她救出来，就该让她一个人困在山上，好好反省反省，学会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妻子。一字一句，字字诛心。原来心痛到极致是会笑的，只是笑着笑着，眼泪就落进嘴里。程之言，这辈子我没机会学了，下辈子也不想再做了。”陈丹难以置信地盯着程之言，绵绵就在第5医院，你跟我去，当着他的面把这些话再说一遍。程之言一脸不耐烦，耐心彻底消失殆尽。他拿起手机，打开我微信的对话框，气急败坏地连着发了10几条语音消息：“陆眠，你再不回消息就永远别回，继续屡教不改，别怪我和你翻脸。我妈一把年纪，不是让你这么折腾的，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？我真后悔当初和你结婚，早知道你是这种恶毒的女人，我就该早点和你断了。”程之言双眼赤红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在外向来沉着冷静的程大队长被我气得一太尽失。可惜要让他失望了，我真的死了，他再不能用离婚来威胁我了。陈丹站在一边，亲眼目睹程之言的歇斯底里，他脸上的表情从愤怒转为嗤笑。片刻，他冷冷开口：“程之言，你滚吧，别脏了绵绵的路。”说完，陈丹彻底失望离开。我心疼陈丹的憔悴，灵魂却不由自主地跟着程之言。他怒视陈丹离开后，温柔地安慰了阮秋几句，把他哄睡之后，才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出。程之言的脚步轻快，不时拿出一台我没见过的手机发几句微信。我疑惑地跟着他，心底泛起止不住的酸涩。难怪从前我总是联系不到程之言，原来他早就有我不知道的备用机。很快，我知道了他出门的意义。程之言将车停在一家知名手工鞋店。“你好，我来取上个月预定的舞鞋。”售货员看了单据，满脸堆笑，取出一对精美奢华的手工芭蕾鞋。“程先生，您订的36.5码，要不要带人先试一下？”程之言笑了笑，用手随意丈量了下，“不用试，尺码正好。”我飘在他身后，心脏痛到麻木。结婚7年，他从来记不住我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他不知道我衣服的尺码、鞋子的大小、我的喜好。就算是我提前几天明示暗示，甚至哭求他准备一份礼物，他也最多只会敷衍地给我转账。可如今，程之言却只用手指就准确丈量出另一个女人的鞋码。他从来没变，他只是不爱我。他叫店员把鞋子仔细包装好，又开车去了附近的甜品店。向来不喜欢逛商店的程之言伏在案台，认真打量那些他曾经嗤之以鼻的可爱点心，有没有低糖的，芒果也不要，他芒果过敏。程之言的声音温柔，几个店员都纷纷夸赞说他对女朋友细心又体贴。我心脏揪成了一团，几乎快要痛到昏厥过去。他拎着精致的下午茶点心走出来，迫不及待地上车，准备回医院。我坐在车后座，看他时不时用手扶一下装点心的盒子，
心痛到快不能呼吸。程之言车开到一半，忽然一脚急刹车，看向右侧街道皱紧了眉。我顺着他视线看过去，发现程之言大学的2个室友陈昭和苏白正在路边的纸扎店买花圈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程之言把车停在路边，下车冲着2个人问了句。陈昭盯着他车里的蛋糕，愤怒地攥紧了拳头。程之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陆眠办葬礼你面都不露，倒是有时间给别人买蛋糕。苏白顺着陈昭的视线，也冷冷地白了程之言一眼。程之言脸色晦暗不明，压着怒气说道：其他人帮着陆眠撒谎就算了，你们俩也帮？陆眠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你们一个个都来帮他演戏。他说着扯了一把地上的花圈，连花圈都准备好了。你们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，是不是还要登报？闹得人尽皆知才行。砰！他话没说完，猝不及防挨了苏白一拳，鲜血顺着程之言的嘴角流了下来。他眼神忽然有一瞬间的慌乱。苏白是我和他共同的好友，性格向来稳重，从不会乱开玩笑，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。程之言拿出手机，开始手忙脚乱拨打我的电话。他明明今天还给阮秋发侮辱短信，陆眠他怎么可能死？你们1个2个都合起来骗我！苏白再也无法克制，抓起地上纸扎的小人，奋力抽向程之言的头。你凭什么说发短信的是陆眠？你亲眼见到了吗？你听他亲口承认了吗？纸人的竹条骨架划伤了程之言的眉骨，苏白用了10分的力气，2道血痕顺着程之言的眉骨眼梢滑了下来。在学校里，他从来都是人群的核心，还从来没人这么对他。可直到鲜血落在眼睛里，程之言都始终一言未发。他像一个被抽干灵魂的行尸走肉，满脸的呆滞。程之言满眼血红，不停拨打我的电话，偏执又疯狂，边发边自我安慰似的和苏白说：他就喜欢装神弄鬼，你们不信就等着，他肯定会接的。连着打了10几个，程之言的嘴角不受控制的微微颤动。苏白毫不留情，给了他当头一棒。3天了，你见过陆眠吗？你听过他的声音吗？你有问过他的情况吗？程之言，你怎么敢笃定他还活着呢？程之言像是失了魂，一下瘫在驾驶位。3天了，我从前很粘人，每天早晚都会给他发微信，哪怕他从来不回。可现在整整3天，我都没有给他发过任何讯息，这在以前绝对不可能。更何况苏白是不会骗人的。程之言知道，就算身边所有人都会骗他，但苏白不会的。他颤抖着手，拿出已经关机3天的常用手机。开机的一瞬间，微信和短信如同雪片一般涌入，大部分都是婆婆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发来的，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我的死讯，甚至还夹杂着几张我在救护车上浑身是血的照片。他慌了神，抬头不知所措地看向苏白。苏白和陈昭却只是别过头，不愿再和他说一句话。程之言满眼血红，哆哆嗦嗦地一遍遍给我的微信发消息：陆眠，你为什么不回话？陆眠，你别做了。陆眠，我错了。陆眠，求求你理我。苏白愤怒至极，一手攥住程之言的衣领，将他从车里拖了出来。医院就在街对面，我跟着他们一起进了太平间。婆婆第一个冲了上来，奋力甩了程之言2巴掌，清脆的皮肉声在阴冷的环境里格外响。陈丹和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都在一旁冷冷注视，没人来拦着。我忽然鼻子有些酸，父母前几年离世，我还以为我死了不会有人在意。婆婆边哭边拽着程之言的衣领，将他按在我的尸体旁边，声嘶力竭地问
3天，你滚去哪儿了？绵绵孤零零躺在这里，你人呢？程之言没脸说，跪在地上满眼泪水。她不回答，婆婆就执拗地一直问，一遍又一遍的凌迟。程大队长不好意思说：“我来替他说。”陈丹几步走到程之言面前，将他最丑陋不堪的一面毫不留情揭开。程之言这3天都陪阮秋在高级病房里缠绵悱恻，忙得连自己老婆死了都没空来。他低下头，在程之言肩上闻了闻，语气讥讽：“真有心，还买了蛋糕，身上香喷喷的。”婆婆身体一晃，差点昏死过去。她攥住程之言的领子，哆哆嗦嗦的问：“你为了一个外人，锯断了绵绵的腿，害得她大出血身亡，还在绵绵尸骨未寒的时候跑去陪别的女人。我为什么会生出你这种畜生？”程之言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崩溃恐惧的神情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绵绵有凝血障碍。陈丹一巴掌抽过去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作为绵绵的老公，你知道什么？说呀！程之言无言以对。结婚多年，他从没想过去了解我，我就像是一个透明人，只是维持家庭运转的一个零件罢了。程之言跌跌撞撞站起身，不死心地趴在停尸床边。绵绵不会死的，她怎么会死呢？肯定是你们一起骗我。绵绵这么年轻，又不是致命伤，我经手过很多类似的情况，不会有差错的。她表情又哭又笑，不顾众人的阻拦去抓我身上的白单子。苏白推开程之言，一脚踹在他胸口：“你滚！别用你的脏手碰绵绵！你们都骗我！”程之言像是着了魔，横冲直撞地推开所有人，紧紧攥住白单一角。他似乎认定，只要掀开白单，就能证明一切只是一场闹剧。我一定只是为了故意刺激他，才找来所有人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骗局，直到一把扯下白单。我残缺的身体以一种阴冷惨白的形象出现在程之言面前。程之言忽然愣住了，他定定地看着我的身体，小心翼翼伸手去摸我膝盖参差不齐的伤口，那里是他亲手割开的杰作。程之言俯下身，突兀地捏了下我的脸，这亲昵的动作吓了我一跳。结婚7年，他很少和我亲近，这种夫妻间的亲昵更是罕有。我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其实是爱我的，我只会觉得他大概是吓疯了。程之言怜爱地抚摸我的脸颊，自顾自地说话：“绵绵乖，不睡了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绵绵不要和我闹脾气了。绵绵出院之后，我带你去看雪，你不是一直想看吗？”我忽然觉得有点恶心。活着的时候，程之言只会叫我陆眠，从没有叫过其他暧昧亲昵的称呼。我就像家里的锅碗瓢盆一样，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才用一下，用完就扔在一边。至少在我死之前，他从没表现出爱我，现在又这么深情给谁看呢？陈丹果然是我的好闺蜜，当场也被恶心得够呛，忍无可忍，推了程之言一把：“人都死了3天，你现在装什么深情？程之言，你就是个畜生，配不上绵绵这些年对你的好。你滚，回去找你的白月光！”程之言没躲，任由陈丹锋利的指甲抓得他满脸血痕。他大概是傻了，颠三倒四、语言混乱地说着：“我从没想过和绵绵离婚的，我只是习惯了，不管我做了什么错事，他都会原谅我。我以为他永远不会离开我，绵绵永远都会陪着我。”程之言满眼血泪，精神涣散，瘫在地上。我没有不爱绵绵，我只是觉得我配不上绵绵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口堵得闷疼。原来是我的爱让他有了放肆的资本，以为我永远不会走，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将温柔都给了别的女人。反正只要他一句话，
我就会乖乖迎上去。少年的自卑化成一把刀，每一刀都刺向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。程之言太贪心了，既想重温和白月光的旧梦，又想我为他守着一盏回家的明灯。世界上哪里会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呢？想到这7年来的坎坷蹉跎，我感觉可笑，落下的却是大滴大滴的眼泪。火化后，程之言一直抱着我的骨灰不肯松手。陈丹和陆白觉得那些辱骂短信可疑，就报了警。因为车祸发生的蹊跷，警察就将2个案子合并在一起处理。案情并不复杂，警方没用多长时间就掌握了关键的证据。故意发辱骂短信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阮秋关系亲近的表妹。阮秋为了离间我和程之言的感情，故意让表妹伪装成我的口吻发短信，成功混淆了程之言的视听。她和一个大人物怀了孩子，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理的身份，才故意勾引程之言。同学聚会那天的车祸也有了眉目，车上发动机被做了手脚，是大人物妻子为了报复阮秋，故意收买了当天开车的同学。整个事件中，唯一的死者是无辜的我。程之言知道后，独自一个人开车撞死了阮秋，却因为精神失常被关在了精神病院。他彻底疯了，总是一个人抱着娃娃，反反复复地问：陆眠，你喜欢我吗？陆眠，我娶你吧。绵绵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原谅我？我知道错了，得到的时候不珍惜，失去的时候才后悔。程之言最爱绵绵，我每天听着他絮絮叨叨地说这些话，听得耳朵都长茧子了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程之言可以看到我，他经常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位置，偶尔露出怪异的笑容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可怜，有时候又觉得他可恨。程之言，覆水难收，你不懂吗？第2年下了一场大雪，程之言死了。我不过回婆婆家看了一眼，再回到精神病院，看到的就是程之言的尸体。他吃饭的时候，趁着护士不注意，偷偷藏下了一个勺子，每天在医院的墙壁上磨，终于磨成了一把小刀子。因为他一直很乖，护士们对他都很放心，也就没多注意。于是趁着几十年难遇的大雪天，程之言用那把勺子磨成的小刀割开了手腕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想起临毕业前的那个傍晚，大家吃完散伙饭，各自畅所欲言对未来的期待和理想。程之言问我：陆眠，你就没什么想做的？我醉眼朦胧答非所问地说：我想看一场雪，一场大雪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